只要你说的是实情，朕不会因为你的言行而牵连你的母族。为探测您心意，皇后将莲心嫁与王钦，加以笼络。阿若也是得了皇后的诏符，才敢出卖贤妃。端会太子薨后，皇后认为是贤妃诅咒，便满心怨恨。臣妾未顺皇后心意，命双喜将毒蛇放入冷宫谋害贤妃。重阳佳节，皇后又指使臣妾烧死贤妃，使贤妃得风湿之类小恶，固然有嘉妃说起药理，但事情是皇后让臣妾做的。就这些了。皇上可还记得这个翡翠珠镯啊？这是你和贤妃嫁入前邸时，皇后亲手赠的，怎么会断了？这么好的东西，皇后自己不戴，却赏赐给了臣妾和贤妃，臣妾真是感恩戴德。可没想到，他在这里面藏了这么好的零陵香。长久佩戴零陵香，便难以成孕。臣妾和贤妃一戴就是10数年，连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都不知道。皇后出身显赫，她怎么会懂得这种下作手段？她也不懂药理啊。皇上，一个人想作恶，没有什么是懂不得、学不会的。贵妃，皇后是中宫之主，你可知污蔑皇后是什么罪名？臣妾知道，在您心中，皇后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皇后。您是不是害怕？害怕她就是让您真正失望的那个人？皇后是否让朕失望，还是两说。倒是你，是真让朕失望了。臣妾虽然罪不可恕，可臣妾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日？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您的半分缘由吗？有一句话，臣妾今天一定得问清楚，否则到了地底下，也不能瞑目。你问。臣妾受其太医诏服，可为何越吃越病？气虚血瘀加重，以致元气大伤。便是没有那零陵香，也难有身孕。朕原知道，你生来有气虚血瘀之症，才让齐汝为你细心调养，连你的子嗣也不强求，却没想到你今日这么问朕。是皇上不强求，还是根本不想要跟臣妾的孩子？当年在前地选福姐，3个人里您唯独没选臣妾。若不是先帝跟太后，您也不会选臣妾当格格的。后来您宠了臣妾很多年，又让齐汝来为臣妾调理身子。臣妾以为您是真心喜欢臣妾的，可臣妾错了。方才你也说了，朕宠了你很多年。朕既然宠你，又为何要对你下手呢？皇上所言可真啊！
真？什么是真？西月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的模样吗？朕还记得，初见你时，你是何等的娇柔。但如今，你如何会变成连皇嗣都敢谋害的毒妇了？罢了，你身子不好，也该歇歇了。一旦哪天你走了，朕会赐你个谥号，给你一个好的结果，也不枉你服侍朕这么多年。皇上连臣妾的谥号都想好了，那就容臣妾自己说一句吧。臣妾这一辈子如痴梦一场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只盼下辈子嫁得寻常人家，相夫教子，也做一回贤德良善之人。这是你最后的请求，朕不会不答应。朕便赐你“贤”字作为谥号，也作为你下辈子的期许吧。皇上，虽然您不承认用欺辱算计了臣妾，可除了您，还有谁呢？就让臣妾也算计您一回吧。如果是您，老天会收了您去；如果不是，您就病痛一场，受点苦楚，当臣妾对不住您吧。主儿，奴婢扶您起来。主儿，母亲，去把皇上刚刚做的垫子烧了，快去！奴婢这就去。主儿，务必烧干净，那染了疥虫的脏东西留不得，什么痕迹都不要留下。奴婢记住了。主儿，来人呐！快来人！皇上，咱们这是去翊坤宫吧。这。主儿，皇上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这么晚还过来？啊，你这让人心静，朕想来你这坐坐。皇上坐吧。如意啊，来，你这猪主啊，样式旧了，以后别再戴了。明天正让内务府的人送个最好的翡翠镯来，再叫太医送些好的补品，让你补补身子。李煜，拿去扔了。这。谢皇上，皇上坐吧。皇上去见过贵妃了。他对朕说了很多话。如意，你会算计人吗？臣妾不知道皇上说的算计指的是什么。若有人陷害臣妾、欺负臣妾，臣妾自不会坐以待毙，也会自保。若皇上说的算计是这个，那臣妾是会的。
那你会算计朕吗？臣妾愿与皇上永不相弃。来，如意啊，你也别怪朕问你这些，只是贵妃今日所言，叫朕不得不疑惑。朕平日待他们不薄，他们也都似乎用心待朕，可今日，朕忽然觉得他们好陌生。真真假假，他们在朕的背后，不知道做了多少朕不知晓的事情。他们待朕的真心，又有几分呢？臣妾明白皇上的忧虑。如意啊，朕知道，贵妃命不久矣。无论她之前做过些什么，在面子上，朕还想给她个体面。臣妾明白，皇上圣明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贵妃晋为皇贵妃，娴妃和纯妃晋为贵妃，余嫔则晋为余妃。这。臣妾谢皇上厚爱。起来吧。如意啊，要你和纯妃同时晋为贵妃位，是委屈了你。只是纯妃替朕诞下2个皇子，又抚养永皇，朕不得不多眷顾她。是臣妾无能，不能为皇上颜面此事。不论有没有子嗣，朕都不会薄了你与朕的情分，你放心。珠儿，您醒了。您今天的气色好多了。我好久都没睡那么踏实了。刚刚还做了个梦，梦见阿玛跟额娘，他们说念着我，让我病好了就赶快回家。恭喜主儿，皇上晋封您为皇贵妃了。莫西，我在古董房给你安排了个差事，到时候内府的人就会来传你。奴婢不离开主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是谁害的我。奴婢一定记着。外面是不是下雪了？是的，主儿。我想去院里看看。
哎呦，你看看这雪，下个不停啊！皇上对惠贤皇贵妃情深一片，哀痛不已，连老天爷都跟着哭呢。情深一片。皇上大办丧仪，倒是安慰了高斌。听说高斌对皇上感激涕零呢。骨肉分离之痛，哀家尝了，也该高斌尝尝了。也是这些年，齐汝差事办得好啊。齐汝差事办的是不错，可是高氏自己这些年恶事做的也不少，也是他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。啊，这雪是越下越大了。是啊。皇上对皇贵妃情深意长。听闻皇贵妃去世之前，曾请求皇上以贤字为誓，皇上允准。但愿来日，皇上亦能将贤字赐予臣妾，臣妾便死而无憾了。皇后春秋正盛，怎会出此伤感之语？我朝皇后上世皆用孝字，倘若来日皇上能将贤字赐予臣妾，臣妾自当终身自立，以敬此二字。自从皇贵妃去世之后，皇上悲痛不已，再也未曾进过臣妾的长春宫。不知皇上是否是责怪臣妾未能照顾好皇贵妃呢？朕是想着，皇后与皇贵妃相知相伴多年，怕触景伤情罢了。皇贵妃临终前和朕说了很多肺腑之言，朕每每想起，依然很是哀思。皇上情深意长。皇上今夜要亲自去咸福宫，对着皇贵妃的画像倾吐衷肠。想来皇贵妃临死前未说完的话，在梦里要和皇上好好说一说。皇贵妃早逝，心中最牵挂放不下的，也是家中父兄。臣妾恳请皇上，若是眷顾皇贵妃，就请眷顾她族中的亲眷吧。皇后，皇贵妃父兄之事，乃是朝政之事，与后宫事宜无关，皇后无需多言。臣妾不该干预朝政，臣妾知错。皇上内外分明，从不以私情干涉朝政。皇后娘娘陪着皇上这么多年，应该十分明白的。贤贵妃说的是。贤贵妃，本宫赐给你的莲花手镯，你怎么不戴了？哦，那手镯和皇贵妃的那只是一对的。既然皇贵妃已经离世了，朕就让贤贵妃拿下了，以免伤情。还有一事，永皇的生母哲妃死得可怜，朕会下旨追封哲妃为哲敏皇贵妃。